这里是石屋川，这一片是神户的生活区。因为石屋川这边有很多的河道，所以以前这边是有成片的酒厂的。但是现在这边已经不是酿酒的地方了，这边已经发展成了生活区。大部分的酿酒厂都已经搬离这一片了，留下的老酒厂是作为博物馆供参观用的。今天来这里是要去博物馆办点事，然后约了朋友来这里吃饭。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，无限接近于动漫里面的小镇。这个电车站是这边的一个主要车站，所以这旁边它有一个很大的自行车停车场。这附近通勤的人就是骑自行车来这里，然后再在这里坐电车。大部分的人上下班通勤还是选择坐电车，开车出门还是周末的时候去逛商场用的比较多。河川法在修正之后，所有的污水都不允许排放进河道，不管是生活污水还是工业污水，只有雨水是可以排放进河道的。所以这里河道的水质都很好，非常的清澈。钓鱼也不能够在河道里面钓鱼，可以去海钓。你想在这里洗衣服都不行。这边的住宅还是以一户建为主，少量的公寓，所以这边的人口密度也不高。就今天还是星期六，你可以看到街上就这么多人。这还是车站附近的主干道，大部分的人周末出去玩就是开车直接去了，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就是周末的时候在家门口附近逛的。这边河道里面有很多的螃蟹，我刚才就看到了不少，所以这里还立了一个告示，就是不允许在这里捕螃蟹，也不是完全不能抓，就是在特定的季节还是可以的。所以有些人他不懂，他到河边一看，哎呀，好肥的螃蟹，然后他抓2只回去吃，可能就违法。这边的一户建大部分也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，就是1楼停车，2楼是客厅、餐厅，3楼是房间。带院子的一户建还是少，带院子的一户建普遍都在乡下。左边这边是学校，这边学校同时也有避难所的功能。你看学校的建筑，它什么灾害它都可以抵御，就是学校的建筑它一定是最坚固的。就是哪的房子倒了，它学校的建筑它也不可能倒塌，而且事实也是这样。阪神大地震的时候，神户没有一间校舍倒塌，确实有的学校墙体震裂了，但是整个结构性倒塌的学校一间都没有。所以一旦有什么大地震，这边的正常反应就是往学校跑。而且这一片的学校有很多，因为这一片住的人算是多的了。这边是一个中等密度的生活区，它是有一些公寓的，虽然大部分都是一户建。像这种街区就是神户市区里面生活区正常的一个样子。其实有很多人不理解，就是你说这里是中等密度区，但是街上还是看不到什么人。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这里就等于是你住的小区，只不过它这里没有院墙，没有保安。你住的小区人口密度是这里的上10倍，但是平时除了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，你在小区里面看到有多少车，有多少人。这边也是这样，所以你在街上看不到什么人是正常的。像周末一般人都去商业区里面逛街去了，所以街区里面是找不到什么人的。街区里面有公园，偶尔可以看到小朋友在那边玩，但在街上走路的人还是很少的。这边经常说的塔楼就是30层楼的公寓，它那一栋塔楼住的人口跟你那小区里面一栋楼住的人口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塔楼它又不会成片去修，它就是这里有一栋，那里有一栋，它是分开的。所以这边平时你在街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样子，它就是几乎看不到什么人。再一个就是神户本来人口也不多，它就只有150万人，它就是一个小县城的水平。你在这边走还好，你要是往乡下，乡下人更少，乡下的房子面积占地面积比这个还大。这边的一户建是一栋紧挨着一栋，乡下是一栋有一个院子，然后再来一栋，它是分开的。而且乡下几乎没有公寓，它那个人口密度就更低了。你看它这里还有晾衣服的，它这个其实很少见的，但这个是因为它不是一户建，它是一个小公寓，它一般一户建都是在2台上面晾衣服，就是前面的这个，右边的这个是个吃饭的店，像这种在街区里面是经常见到，大部分都是晚上才开门，白天它都是不开门营业的。这种普遍都是居酒屋，就晚上来这里吃点东西喝点酒啊，然后遇到朋友和朋友聊2句啊，就这种。像这种小停车场在街区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。就你不要看它牌子都没有一个，它一般都是月租的，因为有些房子它没有停车位，然后他要买车的话，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停车位，他就来这里租一个。这边的法律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如果你没有停车位的话，你是买不到车的，而且停车位的直线距离必须要是2公里以内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去开一个车库证明，你就可以去买车。所以有那种在那的博主发的视频，什么邻居把车停在他家的停车位上面，然后叫警察，警察来了也没办法管，然后他去和邻居干架，然后干赢了的那种，像这种事是几乎不可能有的，他就是为了制造一个矛盾，找朋友一起拍的。警察来了他一定会管，他不可能不管，这是他的职责。
停车位不管是你租的还是一户建的房子自带的，这个是属于土地法里面的。问题是像这种矛盾的视频在网上一搜一大把，就是同一个剧本，就拍爽文小短剧了。这里前面有一家豆腐店，非常的有名，就是以前经过这里的时候买了一次，然后回去觉得特别的好吃。他家的豆腐能够吃出那种豆腐的味。我说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但是很多80后可能会记得，就是我们小时候买的豆腐，它是有那个豆腐的味的。但是现在就慢慢的没有了，就是可能做法不一样了，就是工业化了。反正你说不上来是什么味，就是觉得会很好吃。但是这一家它有，这一家我以前买过，就在这里，就是这样一家店。那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，就看看他家的豆腐有什么特别。这家店有70年的历史了，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家小的店。其他家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柜台。我要了一个上面塑料瓶装的那个青豆腐，其实是豆浆，然后下面又要了一个青豆腐。豆浆它就是拿这样一个瓶子装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块青豆腐，后面就他家做豆腐的那个位置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。其实我刚刚有采访那个婆婆，但是她不想出镜。我就是问他家的豆腐是怎么做的，为什么吃的时候会有豆腐的那个香味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奥义秘法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其实就是材料选好一点。每次买回来的豆子机器筛选一次，把不合格的豆子挑出来，然后他手工再选一次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秘诀吧。就这么小的一家豆腐店开了70年，你说他家多赚钱肯定是不可能。就附近的居民全都去他家买，他一天也卖不了多少，赚不了大钱。但他就是把那个当一个事来做。现在准备去和朋友会合，去喝个咖啡。这天又阴下来了，刚刚太阳还挺好的。像这种就一般没办法网购的，就你想吃你自己过来买。小镇上面的那个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，不是什么都可以点外卖的，这个你就点不了外卖，你想买就只能自己过来买。这也是回应之前网友的提问，就是为什么不点外卖？这里很多店都点不了外卖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窝在家里也无聊嘛，你出来逛一逛，约个朋友吃吃饭，然后顺便买点东西，是吧？就什么是慢生活？这个就是慢生活。你把生活节奏放慢一点。穿过这个桥，前面有一家咖啡店也是挺特别的，被誉为是魔女的咖啡店，就是感觉很重要的一家店啊。就是等会大家去看就知道了。那个店主还会给人占卜，就是拿那个卡路牌给人占卜，也挺有意思的一家店。但是我太久不来了，我有点忘记他家店在哪了。我就大概印象里面是在这一边，而且我连名字都忘记了，就是想搜名字也搜不到。大概在这边去转一转就知道了。其实这边街区上面的一户建还是挺值钱的，虽然它本身卖的价格它可能不高，但是它那个位置它非常的好，它就在那个大马路上。其实网上有一些不良的风气，就是以前有什么5万啊、几万啊，在北海道买了一套房子的。像那种大部分都不是真的，就是很多是博流量的。就整个北海道那么大一片面积，低于5万以下的房子只有87套，这是我前一段时间查的一个数字。就不用说很多都快倒塌了，这个是不太可能买得到的。这个本身是一个不良风气，它就是把那个价格说得越便宜，然后它的流量越高，这个一般是买不到的，不可能的。更夸张的是，现在还有说是几千块钱能买到的，就是2500的，那个就是真的敢说，那无语了。你把你家里的那个木板门拆下来卖，它也不止卖2500。你看前面的这个就是一个塔楼，但它这是一个独栋的，它就不可能有一连排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塔楼。这边大部分的还是以这种比较矮的一户建为主。如果全部都是塔楼的话，那这个建筑密度就吓死人，那住的人肯定有很多，那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街上看不到什么人了。所以街上这个人少，它并不说它就是一个鬼城，它和鬼城它没有什么关系。它这里每栋房子它都有人住，它怎么是鬼城呢？是不是？它这个一栋一户建，一片土地，它就只住一户人家，所以它那个人口密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，而且这已经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如果是乡下的话，它那个还带院子，它人口密度就会更低。前面的这个空地是拆了，它估计过不了多久，它要盖新的房子。像这么大一个地块，它以前可能是一个公寓，然后现在它没有那么多人住了，它就把它拆了，可能以后全都盖一户建。我要去的那个咖啡店就在前面，就不远。这边还是靠近车站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这边高层的建筑还有几栋。离车站越远，高层建筑就越少。像小镇上面的商业全都是集中在车站附近的。这家店到了就是这里，就很有意思的一家店。走吧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上面写着禁烟，
这边很多店都是禁烟，就如果你不听劝，你非要抽烟，他是真可以赶你走。注意看它后面的那个镜子，它上面是镶满了水晶的。就是这样一家店，它的环境是挺好的。整个店铺不大，他晚上还卖点酒。坐下来了，头发都吹乱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店内的陈设，它这个不是自驾游啊，它这个是能量瓶。还记得我说的吗？就是魔女的店，它这个是能量瓶，就是水晶做的瓶子，然后里面是能量。你看这边它摆着那个店主的法器，就全都是这些。这个底下还有，这底下是店主的水晶，还有他买的一些书，还有桌子前面也摆了很多。还有这里供奉的是盐，然后还有蜡烛。还有这边也是，这边摆的是能量瓶。陈列是非常多的，就可能有些网友他是懂这些的，但是我是不懂的，我只能看个热闹。进来的门口还摆着2个水晶洞，店主还经常给人占卜一下。这是我的咖啡，我的朋友还没来，我等他来。其实我是想直接拿着杯子喝，但他给了我一个吸管，那我就还是用吸管吧，不然感觉很奇怪。还可以。咖啡的烟熏味很足，其实主要是休息味。这个估计是店里面的老顾客了，就和店主聊得很开心。很多咖啡店也是这样，就是白天卖咖啡，晚上卖酒。晚上会有一些客人专门来店里面喝酒，然后聊天。我那个朋友有一点路痴，我给他发了位置，然后他半天没来，然后我也不停地告诉他是怎么走的。然后我咖啡都喝完了，他还没到。好，他终于是来了。我在跟他解释，他认为店里面的这个是香水瓶，然后我说不是。然后有一些那个能量瓶，不知道。从这家店出来了，还要去前面去买一个泡芙。前面有一家蛋糕店卖的泡芙也挺好的。这里有一个小工地，它这个应该是才盖好的。它门口还放着那个塑料的那个卫生间，就工地用的。在旁边有一个柿子树，但是那个柿子树上面的那个柿子它没有人吃，它就烂在上面，直接风干了，就晒成了柿子干，就全挂在柿子树上面，根本就没有人摘。其这一片的环境在市区里面来说，对于市区里面的那个生活区，它算是好的了。市区里面有很多的街区，生活区都显得很老旧，但这边它还好。这边有一个宠物医院，就这个还是不可少的。就每年4月份，政府会寄一封信给你，让你带着宠物去打疫苗。你不去打也不行，因为你的宠物是登记的。所以这边没有什么狂犬病，就是万一真的被小狗咬了，就是去上点药就可以了。人是不需要打狂犬疫苗的。蛋糕店到了，就在对面，就是这一家，就是非常不错的一家店。但这家店它是卖泡芙，它出名的，他家的泡芙特别的好吃。好，那让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就这家店，整个氛围特别的好，它可以坐在里面吃。但是今天就不坐在里面。买什么？那现在才12点多，他的那个蛋糕都已经卖完了。他到下午还会再出一炉，这个是早上的。这边是他家卖的小饼干之类的，这个包装都他家自己设计的。像这边的一些果冻也是他家自己做的。这个蛋糕可以买一盒，就买一盒这个蛋糕，里面的人都坐满，确实是挺好的一家店。想坐下来吃也没有位置了。咖啡也喝了，蛋糕也买了，然后现在去前面的一个小公园，看看这边的樱花开了没有。如果开了的话，那么过2天就可以约朋友来赏樱花了。这边的街区房子都还挺新的，像中等密度区，它的一户建是可以盖3层的，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3层楼的一户建。不过大部分都是1楼停车，然后2楼和3楼是住家，比如前面的这个就是，但是它是需要满足条件，就是建筑的容积率，
常见的就是建筑遮蔽率是60%，然后容积率是150%到200%。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你有100平的土地，建筑遮蔽率是60%，那么其中的60平就可以拿来盖房子，然后容积率是200%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盖的建筑物它的总面积不超过200平就可以了。按遮蔽率60%来算，那你一层楼可以盖60平，那你盖3层楼不超过200平，这个是 OK 的。很多人不懂，就是不知道那个建筑遮蔽率和容积率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是怎么算的，它就是这么算的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。如果遮蔽率是60%，容积率是150%的话，那你就盖不了3层楼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边就是这里的社区的一个公园，对面全都是樱花树，现在还没有开，带大家走过去看一下吧。这里的樱花如果开了，那神户的樱花就全开了，那就可以去赏樱花了，但是现在还没有。这边也是靠近河道的，就这边的河道特别的多，这是石屋川嘛，就是河道特别的多的一个位置。这个公园不算大，它就是那个社区里面休息的一个公园，一般配套都是有秋千、滑滑梯之类的，就跟国内的小区里面的公园差不多。这种小公园也是每个街区必备的，从这个楼梯下去就是另外一片街区了，等于说这个公园是好几个街区共用的。像这种街区里面的公园是不会有人来这里晒衣服、晒被子的，大部分都是在家里晒。如果家里没有烘干机的话，他们一般会带到洗衣店里面去洗衣服，或者就在家里的阳台上面晒被子。好了，转了一圈，从这里坐电车就要回去了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谢谢大家。